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跟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资料健康之道的第6章的第2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从1984年4月27日这一节开始的。那这一天呢是星期五下午4点20分。上来呢，罗就说今天呢明亮而温暖。当我离开家去330病房的时候呢，几乎到了华氏80度。这已经非常暖和了，非常热了，都不算暖和了。不过呢，真的房间是舒适的凉爽。后来呢，我开了电风扇，他给我看，就是真给罗看，他的右膝盖的骨头破裂而曾发炎的地方上有一个很大的疤。今天在水疗里头的部分疤脱落了，它现在是原先尺寸的一半在不见的那个地方露出了粉色的新肉，他腿上排污的那个排污水的地方仍然是有一个大洞的。不过呢，我俩都对那个进步觉得非常高兴。今天中午在前往330病房的途中，我停下来给医院，我前天从蓝十字保险公司收到的18000多美元的支票。约2周前，我曾收到一张大约3700美元的支票，2张在一起付清了医院给保险公司的所有的账单。当我打开信而看到18000美元的支票的时候，我怕我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反应，不像他想的那么激动那么有情绪。在那时，我奇怪，我缺乏感受。我将我的无动于衷归之于所涉及的长久的等待。我绝不烦恼的这个决心和可能我甚至根本懒得去检查的其他的因素。罗就是说这个收到支票保险公司的赔款付的账单的这个钱应该很开心才对，结果他并没有他可能觉得等待太久了。这里面必然涉及了愤怒因为等得太久他可能有愤怒。当3700美元来到的时候，我也一无所感。我承认此时的缺乏感觉引起了我一时的担忧，似乎是那个款项付了100%的账单，而非80%，但此地我在等着瞧，悬在一种像不行动或者不反应的蚕茧里面的感觉。罗现在的状态就是一种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行动的，就关于这个医疗赔偿和保险这件事情因为他在长久的等待当中，他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长久的做不了事情和没有反应因为他怕那个结果不好，他也不做任何的预期，但是他也对未来他也没有特别的笃定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处在一种不行动不反应的状态里。其实罗挺担心这种状态的因为他感觉自己有这种反应迟钝当真进入出神状态的时候，窗户是大开着，而一缕新鲜的风充满了330病房，风扇仍开着。然后赛斯就说，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们2个人说，赛斯午安。鲁伯的膝盖之明显的进步是身体自我疗愈过程的一个好例子膝盖这个明显的进步是一个自我疗愈的好例子这句话很关键它无法被意识心完成。就这个自我疗愈是意识心无法起作用的，虽然意识心的确能够决意使那个过程发生记住这是一个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说，那我自我疗愈我应该做些什么其实主要是你的身体意识在运作，你真正的这个意识心对疗愈这件事情它做不了什么。但是呢，也不是他什么都不能做，他也非常关键。比如说他能调整自己的信念，他能调整自己的情绪，他能让自己放松下来这一切对自己的疗愈非常关键。但是归根到底，真正让你的疗愈发生的是那个无意识的那个部分，是你的身体意识的那个部分而不是你的意识心的部分。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很多病人
他有强烈的求生欲或者强烈的想康复的这种信念和欲望，那为什么他还不能好啊？他的信念足够啊，他割舍不下的人，他的情感的链接也足够，但是他仍然不能使自己的身体痊愈。主要的原因就是真正起作用的真的不是你的意识心，真的不是你的那个坚定的信念，它真的是一种非常底层的身体意识的改变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大家不要会错意了，大家不要觉得在身体的疗愈上，自己如果能够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然后努力的去做什么事情，身体就能好。我不希望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误导啊！真正的疗愈，真正的恢复都不是这样子的。就像我经常给大家分享的那个死过一次才学会爱的那个安妮塔，她在已经几乎放弃的情况下，在濒死体验，几乎是濒死体验，不是濒死体验啊，就是在这种失去意识快进入临终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弥留之际的时候啊，他有了那么一个洞见和理解，而不是努力思考和分析的结果，就是那个脑子里的那种灵光一现的灵光乍现的一个念头的一转念，并不需要他通过多少的努力和辛苦的思考和这种信念上的这种做出来的所以这里头希望大家能明白。但是你的意识心起作用吗？起作用。意识心在外面起作用，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个关系他说膝盖会继续进步的，而手指左手的手也会一样所以请等我们一会儿开始正式的口授内容然后赛斯说，我并不劝告我的读者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去接种赛斯说，我没有说让你们的家长们不让孩子去接种疫苗，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也不劝你们这样不劝告你们的孩子去不接种既然由于接种在你们的社会里的重要性，你们现在必须考虑它因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都认为接种很重要如果你也接受了这个集体意识，但你还是去接种。他说，不过科学本身到一定时候会发现许多这种程序的不幸的副作用，而开始重新评估这整个的疫苗接种的这整个的系统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接着说，是真的，在有些土著里面尤其是在过去不会患上被西方医学视为自然的那些童年的疾病，比如说麻疹天花呀什么这些的这也是真的当然也是真的。而某些原始社会曾因疾病而损失大量的人口，可是有这样的一些例子，也正是由于突然引进了西方的医药所引起的大范围的人口减少。然后赛斯接着说，他说，不过我并没有怪罪西方医药本身的任何意图，我只是指出其许多不利的面向赛斯并没有说指责西方的这些本身医学也是一种过渡状态它也在发展当中，而他检查他自己的观念就与检查他的技巧是同样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医学在发展，但是医学发展过程中更应该检查的是他自己的观念，而不是检查他的哪些技术和哪些方法问题。而现代医学呢，更多的是在技术方法上的检查和研究。而赛斯建议呢，他们应该在对健康或者对身体的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上的一种提升和改进，而不仅仅是技术上他觉得这个应该是更重要的。
比如说他说用动物来做实验的这个概念，其缺点要比好处多得多，并没有说它没有好处，只是说带来的缺点更多。它的问题在于在于哪里？一种意识明明在另一种意识，故此自然之间的合作倾向就变得对立了。本来大自然之间是彼此合作的，所有的物种，人和动物之间也是彼此合作的。可是现代的医疗或者医药公司为了研发新药，要做大量的动物实验，而用动物做实验，这样的一种行为本身就是人在利用另外一个物种这种利用不是这种来自自然的或者是自愿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和强迫性的说在遥远的过去某些古代文明的确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利用动物。他说不是我们这个文明，就是在很远古的一些很古老的一些文明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也以一种方式来利用动物来帮助人类，但是呢它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架构内来利用动物。怎么利用呢？在那个远古时期，那个时候的医生或者祭祀他非常谦逊地讲出他们的问题，他们很谦虚地跟动物去沟通，说我们人类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并且透过仪式化的舞蹈通过一些仪式，像祭祀什么的一些跳舞蹈，然后请求动物的帮助。因此以那样的一种说法，动物没有被牺牲，也没有被占便宜这个在农村仍然能够看到，比如说很多萨满教，很多古老的这些传承里头都有。现在比如说在农村里面还有这种通过跳大神通过舞蹈的方式请狐狸狐仙蛇仙帮助人类治病赛斯说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方法。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人是比较谦逊的然后跟动物之间是要互相合作的，动物也乐于帮助人类来治疗在实际的效果当中，这并不是一种封建迷信，很多的病都是这么被治疗的。但是也不要神话说它能治百病，它并不能治百病，它就像任何的医疗治疗方法一样，它只能治某些病某些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病但有一些疑难杂症反而它更治起来更得心应手。而一些实质性的病变，他也会建议你该去看医生，该去医院，去医院。我指的是现代那在远古时期也没有医生，也没有医院，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所以说我只想跟大家说赛斯指出的这个点，就是指的是这些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把大量的动物拿来做实验与之相反，他们会在一个合作性的冒险事业中合在一起他们是指的人和动物之间合作性的冒险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是否能够100%能治疗，但他们愿意合作一下病人愿意相信动物能治好他们，动物也愿意尝试去治疗人类非常有意思和的一个合作。在其中，动物和人两者都了解，并没有意识真的会死，只不过是改变了其形式在那种过程当中他们都了解意识是不死的，只是从物质形式变成了能量形式，或者是从能量再变回物质。在各式各样的情况和愈合里面，动物真的常常对人是相当有帮助的，但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合作性的冒险的事业都是合作性的冒险。记住，这里头不是像医院和医生那样的明确，能不能治疗他们也是在尝试你在任何的这个仪式当中，你都会听到或者祭司在给你讲
他不确定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他也要请这个动物这个来给你判断以后来决定能否治好，或者是动物也会告诉你他要尝试，他不能给你一个100%的确定所以这是一种双方共同的合作性的冒险是个冒险事业当然这个导致我至少在此提及的为了人类的消耗用在动物和家禽屠宰的残酷的方法再次说这种方法都不好用在动物和家禽的残酷的方法就是你见过那个屠宰场你就知道了那些生物被对待就仿佛他们并没有拥有自己的感受和意识一样就完全不像对待一个有感受有意识的生灵一样完全是当饲养的这个产品一样来对待而这样的态度显然对自然事件的一个最不幸的一个误读。误读的意思就是它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它是有感受有意识的，可是我们人类对待这些动物，尤其是屠宰场的这些动物就像他们没有意识没有感受，这是完全误解了自然误解了所有的自然之间的合作和他们内在的联系。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经由这种程序所发展出来的疾病至少会与存在于有着不卫生状况的一个非常原始社会里的一样多。塞斯说，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我们现代社会的疾病比医学非常非常落后或者根本就没有医学的那个原始社会里头，我们人得的病的概率是一样多的，甚至现代人的这个得病的概率并不比古代人少。这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应该随着文明的发展，是科学的进步人类得病的概率或者应该是非常非常越来越低的。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跟原始社会那些很早期的远古人类比较的话，反而他们会比我们更健康一些。塞斯指出，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跟自然之间的连接失去了，我们对待我们的伙伴，对待我们周围的这些环境甚至动物，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看法产生了偏差，我们不把他们当作有意识有感受和我们一样的生灵来对待，而这种把自己和环境和自然割裂开的这种观点，导致了我们身体的疾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多的这个趋势。即便我们消耗了那么多的生物每年不知道有多少的小白鼠、小白兔、猴子等等各种动物因为做实验而无需的或者是没有必要的死去，每年有无以数计的这个被养殖的这些动物被屠宰，提供给人类无限多的这些丰富的资源，但是并不能让人类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得到有效的提升，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塞斯说，就是如此他就说这就是事实他说，不过在那种环境下，平衡会自己建立，因为在活生物之间的基本了解会被维持住。你无法将哲学与行动分离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平衡会自动建立会自动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也会维持住一个基本的状态。换句话说，现代人的生病是因为我们对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这种割裂，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也不会像你们想的恐怖到变成灾难性的后果，变成人类大量死亡或者死亡率奇高。他说也不至于
达到这种状态，因为会有一种新的平衡会建立。即便人类这么对待环境或对待我们的动物或者生物，但结果会有一种新的平衡建立起来。而如果不是一方面有关适者生存的扭曲的哲学，还有上帝赐给人类动物随他们想怎么做的自我本位的假设，便不会犯下屠宰场里面的那些残酷的行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无法把哲学和行动分离，我们有什么样的哲学就会带来什么样的行动。我们有一种适者生存的哲学，我们认为人类站在了生物链的顶端，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对待比我们低，在生物链上比我们低的这些生物。这是因为我们的适者生存的这种哲学概念导致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西方认为动物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在这个西方的宗教信仰里头，认为人属于最高等级的其他的物种都是为人类服务的。这两种，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些行为，这些残酷的行为。然后他就说口授结束了这部分是讲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讲了我们人类疾病的一些底层的逻辑和根源口授结束，4点43分，将我对鲁伯膝盖所说的话谨记在心，因为他了悟到，事实上疗愈过程的确是一直在他之内。记住，疗愈过程一直在他之内运作的，不是在他的头脑里运作的。那个了悟将足以帮助他改变状况，就是他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工作，他的身体会自我疗愈的，以至于你俩能比你们以为的可能的还要快一点的一同回家只要他们相信身体的疗愈就可以了。再一次的，我启动了那些提升力量和活力的坐标，而我祝你们俩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就结束了，赛斯午安。那我们来看下一节，1984年4月30日，星期一下午4点11分。以下是我们在4月29日星期天下午讨论的自由联想资料的一个总结。这是他们做一个自由联想的练习这个练习我们也会在线下课里带大家做过就是自由的联想。我们看看他们联想的总结是什么。当真在1年前住院的时候，他就想到过死亡。1年前他就想到过死亡，他在打吗啡，并且有幻觉在弗兰克·朗威尔的父亲才去世那时候他的父亲刚去世，他怕他会走上一样的道路。当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是真的不喜欢女人，真不喜欢女人。他曾经害怕他的身体以及性，他不仅害怕身体，也害怕性。当被告以他有像男人一样的头脑的时候，他视之为是一个恭维是一个夸奖。他也认为女人不喜欢他，他不仅不喜欢女人，他认为女人也不喜欢他，因为他觉得女人怕他在追求他们的男人以及各种各类的事情。所以说他认为女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女人们当我们谈到他家的环境，以及在1965年这个因斯士特林医师因斯士特林这个医生就 Dr. Instream 这个人在催眠讨论会上的年轻的心理学家如何重新唤醒了他的恐惧和自我的不安。就在65年的时候，他搞了一个催眠，这个催眠不仅能帮助他，不仅没有帮助他，还把他底层的一些恐惧和不安都翻出来了所以说没事不要去随便做催眠。如果你碰到一个不好的催眠的师，他不仅不能帮你，反而会带给你更深的一种不利的一个局面。
因为有时候当你不能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把它深深的埋藏在记忆的深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它只是被深埋起来了。那正确的方法确实是应该把它处理掉或者清理掉，但是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专业的催眠师，或者是至少是有爱的有能力的一个催眠师的前提下。如果不是的话，他只是把那个埋藏很深的底层的恐惧和不安翻出来，他又没有能力把它处理掉的时候，那你的这个自我保护机制就失效了。本来你花了很多年把它埋藏得很深，结果被再次挖出来而这时候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它真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1965年的一次催眠当中他甚至点出了这个催眠师的名字，其实他是有很深的不满在里头的等于说曝光了这个催眠师真忆起曾被大学的一位同学和我的母亲称为骗子。我们谈到宗教所有这一切引起了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却没有眼泪。有情绪上的反应却没有眼泪我一直试图回到真，得到他在这个病症状之前是什么状态罗想回到真有这个身体的症状之前，他的信念发生了哪些变化。罗还是想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件事情。在他没有这个症状之前，在他变得有名之前等等，发生了什么事，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他，我记得赛斯说过一次，他的症状是令人惊讶的顽固他的症状是令人惊讶的顽固，许多事都指出对自发性的一个极大的恐惧。顽固在哪里？顽固在他对自发性的一个极大的恐惧。自发性是宇宙的基本法则，没有人不可能没有自发性。而真恰恰对这个自发性有极大的恐惧，在课已经开始后一而再的被加强。还有那个症状就是他们开始上赛斯课，就是从1963年开始上赛斯课以后还在被加强。还有那个症状就是自发性在传递赛斯资料，但是他对自发性有极大的恐惧当真重塑几年前在家里无法起床站起来的时候，他开始哭泣真回忆到那个时候他开始哭了终于到了无助的那一点。他在回忆多年以前他起不来床站不起来的时候他开始哭了，因为那个时候他想起来罗对真生气而大声的喊，大声大叫说，如果你站不起来，我就会让你坐在那儿，一直坐在那儿，我不会去帮你的。他故此表现出了罗深刻的恐惧，罗也有很深的恐惧。我们已经在重状的过程中达到了悲伤和绝望的那一点，罗也非常恐惧。我记得我有时会哭，就是他记得罗有时候会哭，而罗告诉真，我有时候在他不注意的时候确实会哭你看罗这么一个非常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也会偷偷的哭然后是在4月30号下午，我们又做了一些自由联想他是把2天的自由联想的记录放在这里。多年前，在1960年左右，真说，我认为我爱你比你爱我要多得多。真是这么一个认为，而你可以自处的非常的好。这是真的一个信念，他认为他爱罗比罗爱他多，而且他认为罗可以自己相处的很好，而真自己一个人相处不太好。我说那是他那一部分的一个完全的误解，罗说他是他真的一个误解。我从不曾有这种想法，
也从不想做任何这样的事情。罗说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他从未进入我的脑袋啊，就这些想法从来没进入过罗的脑袋啊。比如说，他并不爱珍呐，或者爱珍不如珍爱他那么多啊，从来没想过啊。我知道事情令我很烦啊，他知道他的工作啊，他的生活压力让罗很烦躁。比如说，因为要工作呀，而且作为艺术家，或者试图去做等等，就是他是个艺术家，但却需要做一些商务性的艺术创作，给人家画插画啊，画宣传画啊，这是一个艺术家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啊！一个艺术家最不愿意为了钱而去做事情，但是他不得不去做，而且做了很多年，但却完全跟真无关啊！罗的意思是说，我当时的态度和状态不好，不是因为真，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工作，作为艺术家，却做着去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这种做的根本就不是艺术性的工作，而我很烦躁啊！我甚至不像他怕变得怀孕那样怕做父亲，虽然我并不想做父亲啊。他说我们谈了很多我们早年在一起的日子、工作以及我们的艺术、我们的名声、金钱以及别人的意见。我说我们所谈的大部分都会被认为是生命中的正常麻烦，就是他谈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的正常的麻烦，但是我们却把负面的意义附在了那些日常的事情上，而忽略了正面的我们只把负面的事情关注在那些事情上，而那些事情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在回顾的时候，我们说出了问题，现在似乎是我们说出的问题，现在似乎是琐碎的。我补充说，每个人是如此的不同于另一个人，以至于做批评是没有用的没有必要做批评的。因此每个人不如就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而让琐碎之事之物落下吧。就是每个人之间如此的不同，如果想因为这些不同而去批评一个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要一个人不伤害另一个人或偷盗等等，谁能说是对是错呢？罗的意思是不要随便批评别人每个人的不同如此之大没有任何意义真说他认为，如果我必须在绘画和他之间选择，我会选择绘画这是真的观点多么可怕！然后罗说非也那绝对不是真实的，我怎么会说为了选择绘画而放弃真呢？我说我毕竟在一整段时间内在商业艺术全职工作了4年在商业艺术就是画商业画而其他也经常做一些兼职赚钱养家他同意他需要很多的肯定，在我们结婚时我还没有完全了解的一件事。对于刚结婚的罗来说，他并不知道真需要这么多的肯定来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确定罗是爱他的。而罗那时候在焦头烂额的忙于他的生计，作为一个男人，他要去养家，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尤其是在美国基本上女人可以不上班的，可以做家庭妇女的，而男人必须要承担养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这在美国是已经有了几百年的一个历史的。而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画家和艺术家，不得不去做一些违心的商业性的工作，而他必定不爽，心里很痛苦。而这个时候真会误解为罗对他的不满意，或者对他们婚姻的不满意。而罗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需要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对于真给予这种情感上的肯定和认可要不停的跟真说我爱你我爱你，这样对，
他都是后面才了解到的啊。罗说，我补充说，我一直很以她作为我的太太为傲，而认为我有了她是很幸运的。我从未质疑她的忠诚或爱，从来没有质疑过，而我曾是以为当然的，她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今天发现我有时可能会错啊，很奇怪。他会觉得会错在哪里？他认为他对真的感情啊不容置疑，而从未怀疑。他认为真对他也应该是一样的。他没有想到的是，真对他并不这么笃定。真其实在结婚的早期是非常担心罗会离开他的。真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甚至在跟罗说话的时候都小心翼翼，非常的谨慎。所以说在这种早期的压抑下啊，导致了真的埋下了很多的种子啊，不敢真实的表达自己啊，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啊。你想他对性本身又是非常讨厌，他又非常讨厌女人，也讨厌作为女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你想真的这种拉扯，他又导致罗是不是怀疑他不够女人或者不够美而嫌弃她，但是他又讨厌变美，讨厌有女性的特征。你说这样的一种拉扯，让真的心里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煎熬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与之相反，他甚至以为我有时会啊对他的穿着方式不赞同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几乎总是喜欢他的穿着和做头发的方式。罗说，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过，但是真觉得会，真觉得罗嫌弃他的穿着和打扮，包括做头发的样式啊。罗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批判。他说，他常常郁闷沉思啊，常常忧闷沉思，就是真觉得有，觉得罗在嫌弃他。下午4点03分，他说他被我们的谈话弄得非常不开心，那肯定不开心啊。我叫他就赛斯关于他的症状之令人惊讶的顽固，就这个评论来上一节课。然后真决定抽一根烟，而看他能否进入出神状态啊。其实真也很不爽，为什么要上这样的一节课来评价他自己令人顽固的症状呢？啊，所以说他非常的不爽啊。他说我看看我能不能进去再说啊。然后罗他一直认为课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催眠。今天我们谈到的自我催眠作为突破的一个方法啊，他谈到了这个真在1965几年的时候，65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催眠啊。当真替赛斯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颇为安静，因为他仍然因昨天的咽喉炎或者不论他有什么而有点沙哑。他认为失去音量是由于自由联想的资料。今天下午突然起了强风，有时非常的强，而有时我很难听到真在其嗓音之上。他的眼睛常常闭着，而他有许多个很久的停顿。今天有时明亮而阳光普照，而有时则非常灰，时而因乌云密布。这是在描绘这个场景。然后赛斯就来了，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啊。他说赛斯午安。赛斯说，下面我说的不是书跟书有关的口授，是针对你们两个说的啊，跟书无关。但是呢，罗呢仍然把它摘录在这个书上。首先呢，赛斯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核心，就是鲁伯一定不要灌注在出了什么错上。就是鲁伯一定不要想我在过去的这一生中哪里出了差错，才导致我今天的这个症状的发生。其实
罗和真一直在追寻这个问题，他们一直在追寻那个关键点，追寻那个核心，到底是什么让这个问题出了差错。而这件事情本身，想找哪里出了岔子的这个想法的本身就是个错的，而他俩却为此孜孜不倦一直在追寻。这时候赛斯及时出来制止了他们这种行为，说不要再去追寻自己哪里做错了以最深的说法，如果你们了解我的意思的话，说没有事情是错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错的，正好相反，你们有一大堆严重冲突的信念，以至于没有朝向行动的清晰单纯的路，没有朝向一个行动的清晰简单的路，你们一直在这个冲突性的信念里面兜兜转转走不出来。赛斯的意思是说，你们没有什么是错，没做错什么，你们只要去做就行了。问题是你们不做，你们在这个信念的中拉扯，你们在想哪一个才是对的，哪些做错了，哪些做的是对的。只要行动就可以，没有对错。而最怕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兜兜转转不行动。他说，我了解赛斯的宣言，这是罗自己说的说以最深的说法，没有事情是错的。在过去这一年，当我试着想了解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常用的一个观念这罗说我会这样去想的但是罗虽然这么说，但罗是那个经常会推动去想寻找真到底哪里做错的那个始作俑者。但罗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始作俑者，他反而会说我没有我经常会说没有事情是错的呀，我经常用这个方法来开导我自己罗把自己先摘出来了，其实这一点是做得不好的。在这件事情上，罗是有非常重要的责任的。罗作为一个男性，有理性思考很强的人，他一直把赛斯资料的很多东西当成一种逻辑和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他一直想通过梳理信念，查找原因，找到真在什么地方，哪些信念出了差错，想通过这种方法来帮真正疗愈。而其实让真疗愈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忽略这些眼前的现实，忽略这些病症，也忽略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原因，不再去寻找，只是让真每天简单快乐的生活，哪怕让真每天笑一会儿，让真给真哪怕讲个笑话，哪怕给真读一些回忆一些他们美好的过去，向往一些对美好未来的期望，都比他现在做的这些更有用而更有效。而他们没有，他们天天在追问真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哪里出了岔子，到底哪个信念出了问题，一直追溯到很早很早，回到20年前30年前去追溯。而关键是他们俩还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在这里就出了问题。罗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反而是赛斯说的那种人，一切都没有错呀，他认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如果罗真的认为一切都没有错，那为什么要反复的去追问和纠缠真的问题的根源呢？所以说你可以知道，他们俩虽然在传递赛斯，在记录赛斯，在给人类做了无比的无法用语言衡量，无法用价值衡量的贡献，但是他们两个人恰恰在应用赛斯上做的是并不是很好的，并不是他们传递出来赛斯，他们就是用赛斯用的好的那个人。这里面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不要神话和迷信。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你就能知道，也许你才是用赛斯用的最好的那个人，而不一定是罗和真所以你看到他赶紧自我辩解我了解赛斯的宣言他说我不会的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赛斯没有理会他赛斯接着说，你想要清干净道路，自由联想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有助于指出那些冲突的感受和信念。赛斯说，自由联想有助于清理你们的前进的道路，因为它能让你看到那些哪些地方在冲突，哪些信念，哪些情绪，哪些感受，甚至哪些行动，他们是彼此冲突的，将他们带入到你的觉知当中来带入到你的意识，带入到觉知里头来，并进入到当下不论是过去的冲突的信念，都把它带到当下来。通过当下的威力之点是可以改变过去的。在此，他们真实的能以至此已获得的知识去了解，把它带到当下，用你现在的智慧去解决以前的那些冲突性的信念，是非常有效的。虽然当时你是走不出来，当时有一些不好的种子或者影响已经埋下了，但是今天的你已经有非常高的智慧，你可以用今天的所学所知去解决以前的那些认知上的局限，或者是说信念上的冲突，这种拉扯这是非常好的。你用今天的智慧解决过去的历史问题，如果你能再运用威力之点，就能彻底的改变它然后你却没有许可按照老的矛盾信念去实行了，你把老的信念，那些矛盾的信念拉到现在，然后用新的信念去梳理去理解，然后就可以跳出那个旧有的模式。他说，情绪表达本身就是行动和动作的一个表达。他说，情绪表达就是行动，情绪表达就是动作情绪包括语言，它本身就是行动，本身就是动作不要认为它们不是行动，它们也是行动记住，情绪和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行动。首先要动第一步就要动，首先需要感受表达，而任何感受的表达给更多的移动留下了空间。首先你要动，就要去表达，表达就给移动留下了空间。如果你啥也不说，啥也不表达，你压抑住了，你就把自己死死的压在一个意识的窄小的空间里头，你导致思想不能活动，身体也不能活动。这个就是真的身体为什么导致今天不能移动的一个根源。我们都知道，今天的真的身体已经彻底的不能动了基本上不能动了除了几根手指几个手臂还有可以轻微的活动以外，他的膝盖，他的下半身，他的基本上都不能移动了呀。根源在哪儿？就是赛斯这里话说的，因为真不敢自由的表达。你不要认为他是个作家，他是个诗人，好像他就特别善于表达，不是的，他其实害怕自己的表达，而这种不敢表达就让他没有移动的空间，最终导致他的身体也没有了移动的空间赛斯其实这句话指出了根源就加速身体的行动加速身体的动和疗愈而言，自我催眠的确可以是无价的，表达而非压抑是非常重要的。赛斯说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压抑而自由联想和自我催眠都可以让他可以自由的表达鲁伯往往没有与他自己的感受联系上，却会试图理性化掉许多感受。鲁伯没有跟自己的感受连接上，用理性来梳理他的感受，而不是让感受直接表达出来。他需要了悟表达自己是安全的，而那个表达不会带来遗弃。表达本身不会带来遗弃，他要正确而真实的表达。他不敢真实的表达。很多人都非常赞叹真会唱苏玛丽的歌曲，虽然苏玛丽的歌曲的歌词的意思只有真知道，谁都不知道
虽然罗有的时候也会唱一些苏玛丽的歌曲，但是罗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真可以帮他翻译出来。真经常自己一个人唱苏玛丽的歌曲，但是谁也不知道那个歌词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觉得这可能是真的一个能力，或者是真的一种苏玛丽家族的一个本质和特性。其实你没有看到的是，这是真不敢自我表达的另一种伪装和隐藏的方式。等于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用这种新的语言，用别人都听不懂的语言在表达他自己。因为他压抑的太久，他需要表达，但是他又不敢真正的用英语，他的母语说出他的表达来。写诗也是一种隐晦的表达，但是他就不直接表达。所以说当我有时候听或者看到在介绍真在唱苏玛丽歌的时候，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描述，我的心里其实是非常痛的。不像大家认为的说，这是一个能力这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超感官的体验。不是的这是真的另外一种压抑被压抑的这种表达的另外一种形式。在4点24分，今天真也说过，他曾觉得他必须小心的如何的对待我，因此我才不会生气而弃他而去。那些感受多年来渐渐已经消退了，然而他们在早期的症状开始上必然扮演了一个不太好的角色。真都说话跟罗说话都要小心翼翼，在早期你想想那压抑成什么？夫妻双方还有必要这么谨慎吗？这里面有怀着多大的恐惧，真哪怕自己某一句话说错了，罗就弃他而去了写书反抗天主教会的人被逐出了教会，鲁伯就将那些恐惧转移到整个社会去。因为他在天主教会的学校里长大，他知道教会里的很多事情，他知道有人因为写书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些人并不是针对教会，也不是为了诋毁教会，只是表达了这些人的真实的想法，就被逐出了教会。而这样的一种行为给真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他会认为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随便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如果表达了会被社会或者教会所抛弃、所遗弃，或者所放逐所逐出。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最害怕的就是被逐出这个社会。而真在他很小的时候，在他上教会学校的时候，就有埋下了这么深的恐惧，不要真实的表达自己，否则会被这么强大的一个机构，因为对任何人来说，教会是个非常强大的组织甚至国家、国王，甚至政客，甚至那些总统都有点忌讳教会，都很害怕他们，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么强大的宗教力量，就是在一个人表达了真实的自己的意见之后，就把他给逐出了教会。这对真埋下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纵使只为涉及了诗，在创意工作和教会之间也会有冲突真就不敢写书了，那就写诗吧用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确该给自己暗示说，必要的洞见会到来，而不论是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适当的连接会做好赛斯的意思告诉真，那个洞见早晚会来，不论是有意识的来还是无意识的来。比如说真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就是无意识就先来了，根本不是真有意识的。
赛斯的意思是，不论有意识无意识啊，该有的洞见，该来的就会来。你害怕也没有用，你担心也没有用，这就是你的洞见。但是最关键的观点在于什么？表达自己是安全的，并且他人生真正的目的的确是表达组成他个人实相的那些特性。赛斯接着说，表达自己是非常安全的，真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才可以。赛斯强调，真不仅表达自己是安全的，而且他此生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表达出组成他个人实相的那些特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真要把自己经历到的、体验到的洞见和感受都要表达出来，就组成他实相的那些特性都要表达出来，包括赛斯资料，包括他自己写的那些小说、那些诗歌，那都是组成他实相的那些特性啊。包括他通灵的这个能力是如此的特殊，这都是他需要表达的。真确实在表达，但是他内心是带有恐惧的，这里面你就知道他带着多大的恐惧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停顿非常久，然后他说罗告诉鲁伯啊，鲁伯就是真也应该了悟，愉悦的确是个美德，就是我刚才说的，开心快乐是个美德呀，快乐本身就是美德。如果说什么是美德，快乐愉悦就是美德，而不是说什么遵循道德规范啊、社会规则呀，不要触犯他们呀，不敢真实表达呀，压抑自己啊，那些都不叫美德啊，愉悦才是美德。尽一切办法彼此表达你们的情感，当他们自然发生的时候，鲁伯在儿时没被教以爱他自己，而将他的才气视为他存在的正当理由，他觉得那是个多少可疑的存在。既然他母亲告诉他，他该为他自己的不良健康负责。简单来说，真就是应该快乐的生活，他的所有的病都会好。但是他快乐不起来，他觉得他得做出点什么成就来才能快乐，而他做的成就呢，就是表达自己，比如写诗、写书，而表达自己呢，让他觉得不够安全啊，因为他从小看到有人表达自己被教会逐出了，那你说他这样的一种拉扯多么痛苦。如果你不表达也可以很快乐，没问题，但是他非表达不可，因为认为这是他的才气，写作是他的才气，是他的天赋，他认为他只有把这个天赋发挥出来，他才有活着的或者存在的价值。而他在发挥他天赋的时候，他内在有异常的恐惧，他担心他因为天赋的这种释放而被社会所不能接纳。你想想他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拉扯啊？这些议题的确全都彼此切合，但他们能够被解读带入当下而得到调解啊，都相互连接的啊，相互配合的啊，把他们都解读好，带入当下，把它只要带出来，用现在的认知去重新理解，就得到了调解。身体不只会欣然同意，而且不只能带来一个非凡的复原。说把这些旧有的这种对立的或者是这种反复拉扯的信念带到当下，
用你当下的认知让他们得以调和就不再认为发表自己的观点是不安全的了，等等等等，前面说过就不再赘述了。他只要把它带到当下，你的身体会自动的复原，而且是非凡的复原，而且不仅仅是复原。他说我的确真的替你俩启动了加速的洞见、智慧、内心平和和疗愈过程那些坐标，再次提醒鲁伯他的膝盖、他的身体能力的稳定的进步再次强调他祝午安，午安，谢谢你。4点33分的时候，当我替真点一支烟的时候，他说我做得很不错，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有好几次我差一点就回过神来了，但是我还是做到了。我注意到他指的是那些场合，我读此节给他听。当他聆听我时，有一两个想法，因为这整节课都是罗要求真去问赛斯真的那个非常顽固的那些导致他症状的非常顽固的想法，底层信念到底是什么？这不是赛斯就给他翻出来了吗？而在读这些话给真听的时候，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其一，他将有关被逐出教会的事情转移到失去了友谊如果你忤逆了他们，你没有人会想你有任何瓜葛。就是如果你否认了或者是不同意朋友的观点，那朋友就不想再跟你有任何联系了这是他的一个错误的认知，是因为他从小他看到有人被逐出教会之后，他得到了一个认知。第二，所以说他就压抑自己，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跟朋友之间也不敢说实话，甚至跟罗也之间也不敢说实话。第二，他试图更像罗一样，更酷一些，不表达那么多的情绪，更能自制一些。自制这个词是真不应该捡起的一个信念。真的性格就不需要自制，真就需要自由的表达，完全自由的表达，这是真的本性。结果他却把罗的一个性格给捡起来了。罗是很自制的，罗是不善于表达情绪的，他认为这样很酷，因为罗是他爱的人，他就把罗的性格捡到自己身上，而这个跟他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真就是需要自由表达，不需要自制，不需要没有情绪，真就需要有情绪。真是个情绪化很浓的人，或者情绪很重的人，但是他压抑了自己。你看看这两条，这是真自己发现的而在他那方面还是个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说生自他对保护和爱的一种愿望他希望被保护，他希望被爱他就不敢表达真实的情绪了。然后真就说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彼此相合在一起的如何契合如何环环相扣，彼此支持的这些限制性的信念，如何牢不可破的彼此支撑的。我说当我们这是罗说的当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开始感觉赛斯又要来了。由于时间不早，他不太情愿继续，但我告诉他没有关系。在4点45分的时候，赛斯再次回来。赛斯说，换言之，鲁伯被赋予强大的创造力。你看他强大的，他决意要表达他们，决意要表达这些创造力。你看他写了这么多书，而在同时，在他生命的早期，他便被给予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概念。什么概念？要表达他创造力天生具有的独特性本身是极度危险的。你看，这是主要议题的一部分，这是他导致今天症状的一个主要问题。他天生有创造力，他就应该表达他的创造力，而他又认为表达他的天生的创造力是极其危险的。你看这可怎么办他要了悟到，如果他在生命中有任何责任和目的，那就是要表达这些能力本身。
他说他要明白他的生活的主要的责任，或者是如果说他在生活中还有什么使命和责任的话，那就是要表达这些能力本身他全部都是非常强调的说的上面的话既然这些能力在它的组成中是如此的自然，这些能力是如此自然来到，他们也拥有其保护机制。说这些能力自然而然就来了，它自然而然也有它自己的保护机制，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他必须了解他有自由表达他诗意的通灵的本质。赛斯的意思是能力自然而然的来，你就不用担心它会带着自然的保护，就是你天生具备一个能力，你不用害怕这个能力会给你带来什么危害。这种天生具有的能力，这种自然而然获得的能力，它天生就有保护机制，你不用担心它会受到伤害。就是比如说真传递自然而然的获得了赛斯资料的这种链接，他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他就不用担心他会受到教会的和主流社会的迫害，不会的，因为这种资料自然而然来的同时，就有自然而然的保护功能和保护机制。是赛斯给他的一个强调和肯定不用担心他只要自由表达就行了，而追随他到导向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跟随他这个通灵的本质，他诗意的表达，他自然的这个流动就可以了。既然他的确是他进入存在的自然的路径，以及他与宇宙和一切万有的最亲密的联系，这个是真和宇宙和一切万有最亲密的连接的方式，就是表达，通过通灵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那些内在的这些感受和体验，包括这些洞见。他只要明白他通过这种方式在跟一切万有保持联系他就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和恐惧。这节的确将议题相当好的绑在了一起，而也可好好的用作自由的联想他把这些以前的那些问题都翻出来之后在一起，然后也可以自由的联想。此节结束了，然后他说谢谢你。4点50分，真在他第二次传述中被打断了一次，那非常好。我告诉他，它本身包括了极佳的暗示。我已经计划每天读一阵子给他听，就是上面的这一节的内容。它作为一个自我催眠的基础是非常好用的，但我在此也计划帮助我的太太，而我能够看到在每天下午我们能完成什么。我几乎没有时间跟他讨论此节内容，但我认为它是一个最有价值的突破。它也令我看到，甚至真的诗也是个嫌疑犯。在那儿我曾有个印象，诗是他创造力本质上的自由，没有被恐惧和怀疑污染的一个面向的问题。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如果真只写诗的话，如果他会有任何问题的话，那可能也只会有最小的这个问题，它指的是身体上的问题。罗的意思是说，写诗其实是真实的一个表达，他应该通过写诗表达自己。如果不通灵，如果不写赛斯资料，可能真没有那么多的痛苦和难受。这是关于这部分罗的一个洞见。那其实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此在于真他的底层的一些信念。如果即便如此，写诗表达了他一部分，他到后期也会扭曲的他的诗你也能看到有很多的隐晦在里面，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直抒胸臆好了，那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其实非常重要它已经前半部分指出了人和自然界和人类疾病的一些底层的原因。那这一部分呢，后半部分呢，讲了真的底层的核心的这些信念导致他生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到底是哪些关于这部分的解读呢，今天就到这儿结束了。那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